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做了一个测试盒，这个测试盒的作用是能够代替 PT100 来测试 PLC， 还能够测试 PT100 的阻值，并且能够输出0到150毫安的电流。我们如果用电源线就非常的麻烦，因为我们这个测试盒需要来回的拿，这个位置能够插表笔，这是转换开关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做一个合适的电池电源。如果多加电池的话，又不是很方便。那么我们可以用这个电池，这个电池呢直接就能够充电，然后加一个金生阳的模块电源。这个模块电源能够降压，能够升压，它能够在6伏到42伏之间输入，输出是12伏250毫安。下面我们测试一下这个模块，看它有多么神奇。好，我把这个模块供上电了，现在它供的电是24伏，输出是 11.8 伏。我们后边没有接负载，所以电流没有显示。但是呢，这个模块具有过流保护，我们看当我们短路的时候，长时间短路它也不损坏。我们放开以后，它又正常输出了。它的电流呢，最大能够达到250毫安。好，我们测试一下它的电流。这是2个100欧电阻并联，也就是50欧的。那么如果是12伏呢，它就会输出240毫安的电流。那么我们看短路以后，现在是输出240毫安标准电流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这个模块是隔离的，虽然它是直流转直流，但是它是隔离的，可以避免电机噪声和电子产品所造成的干扰。下面我们就用这个电池，这个电池是9伏的，那么很显然它是升压了。我们看看输出电流是否能够达到要求。好，我把电池线接上了，我们给它供电。现在呢，就给它供上电了。我们看输出的电压非常稳定的 11.8 伏。那么我们同样给它接上负载。由于我们这个电流电压表使用的时候怎么也得有10毫安的电流，所以我们再加上这2个并联的100欧电阻，也就是50欧电阻，有240毫安的电流，证明这个模块是足功率的。我们看当给它供9伏电的时候，它的电流同样是能够达到要求的。用它给这个盒子供电，同样是一点问题没有。放到这个盒子里真的不占空间，下面我们就把它固定到里边。好，我把盒子组装上了，下面我们测试一下。这个档位呢是调试电位器的，实时显示电位器的阻值。我们按下这个按钮，就是显示电位器阻值所代表的温度，也就是 PT100 所代表的温度。我们按一下这个开关，就是测试开关，它通过表笔输出的是电位器的阻值，也就是可以用电位器来代替 PT100。这同样是有3根线。我们把波段开关打到这个位置，然后我们短路表笔，我们看显示0，这个就是测试外部 PT100 的阻值的。当然我们如果按这个档位也可以转换外边的温度。下面的重点是我们测试一下电流，把这个档位转到这儿，然后呢我们按一下这个，这样呢显示的是外部的电流。我们短路表笔是50毫安，我们可以往上调，最大能够调到160毫安。是175毫安。这个表的20安档还是比较准的。下面我们给它短路测量一下它的电流。我们看170，我们往下降，
我们看随着它呢是电流也在往下降。另外呢，这个位置还有一个开关，它是我们的电位器旋钮。因为电位器旋钮呢，它是比较呈线性的，那么我们拨这个旋钮，它输出的电流呢就随着变化。完全一致。好，我们再测试一下它的电压，这个显示是 3.43， 那个是 3.44， 调整这个按钮，它的电压就会随之改变，完全一致。按下这个开关可以转换电位器调节，我们看同样是完全一致的。因为电位器没有干扰，所以说另设了一个电位器调节电压和电流的。当然用单片机也是完全可以的，只要把这个开关转换了之后，用单片机调节它的电压电流。由此也可以看出我们这个金生阳模块是非常的稳定的。好，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金生阳的小模块，它的输入电压是6到42伏，输出电压是12伏250毫安。我们看它的内部构造，它是一个隔离的电源，真可谓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了。前边有电源管理芯片、功率管，还有电流取样电阻。刚才我们短路了以后，它能够短路保护，当负载断开以后又能够正常工作。这是隔离的开关变压器，这是光偶，后边这是431，还有电压取样电阻等。如果我们要调整它的电压，也可以调整431控制级的电阻，就能够改变它后级的输出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大厂家的电源设计巧妙，布局合理，元件精良，保护电路齐全，所以用着放心，主要是对电气设备能够起到保护的作用。我刚开始做这个盒子的时候，对电源的风险估计不足，我在前边用了一个1117给单片机降压，前边只输入了15伏电压就把单片机给烧了。由此可以看出电源的稳定是非常的重要的，它可以实时保护电气设备的安全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